1952年，毛主席为了视察河南黄泛区的治理情况，特意从百忙之中抽空南下考察。有一天，毛主席视察大堤时，却无意中在陪同队伍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毛主席连忙追上去，急声问道：“你是毕占云吗？”那人听到毛主席的呼唤，如遭雷击，他一心想躲着毛主席，没想到还是被认出来了。眼见避无可避，只好艰难地转身面对毛主席。毛主席见到此人，果然是他失踪了15年的心腹爱将，率部起义第一人的毕占云。当即便急不可耐地问他这些年都到哪去了，为什么不回来找自己？面对毛主席的追问，毕占云只好含泪将这些年经历的桩桩件件和盘托出。说完之后，两人都不禁唏嘘不已，感慨造化弄人。那么毕占云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他为什么会从毛主席的心腹爱将变成了失踪人士？毕占云出生于民国时期四川广安的一个普通贫农家庭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因病去世，全靠伯父一家收养接济，毕占云才得以长大成人。后来世道愈发混乱，伯父家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，毕占云只好背井离乡，到外地凭力气混口饭吃。当时军阀割据，兵荒马乱，毕占云刚出了家乡就被四川军阀的队伍抓了壮丁，后来随着部队一路辗转来到了湖南，成了一名湘军。那时的士兵不同于今天，基本上就是送死的炮灰，在军阀眼里这就是一次性消耗品。这些壮丁们在军营里过的日子还不如地主家的牛马，经常会遭到上级的鞭打凌辱。毕占云对这样的日子深恶痛绝，好几次都想找机会逃离军营，可每次逃跑换来的都是一身皮开肉绽。渐渐的，毕占云就死了逃跑这条心，在军队里随波逐流起来。1924年，孙中山在苏联人的撮合下，在广州联合共产党开展第一次国共合作。湖南军阀唐生智、程潜等人也带着湘军加入了孙中山的队伍。毕占云摇身一变，成了一名国民革命军。在广东的那段日子里，毕占云见识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当时国共两党合作，共产党员往往会以保密身份加入国民党。毕占云的队伍里有2名连长，名义上是国民党员，但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。他们经常在队伍里宣扬打倒军阀、消灭地主、解放穷人的思想。毕占云本就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很快就对这些思想产生共鸣，不由得对这个陌生的共产党生出了几分好感。但由于之前逃跑被打的经历，毕占云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把这份心思藏在心里。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，毕占云在这场战争中崭露头角，凭借着过人的军事天赋，一路升到了营长的高位。可好景不长，不久之后，蒋介石就发动了4·12政变，原来众志成城的国民革命军四分五裂。毕占云部的统帅唐生智再次蜕变为军阀，中国大地陷入了新军阀混战之中。唐生智被桂系的李宗仁、白崇禧打垮之后，他的部队就被湖南军阀何键接收，毕占云由此沦为了何键的手下。1928年4月28日，朱毛红军在湘赣边境的井冈山会师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立引起了何键的恐慌，为了剿灭这个革命政权，他多次联合地方武装对井冈山根据地展开围剿。毕占云的部队也曾多次参与围剿行动，可毕占云发现井冈山附近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无比拥戴，而对他们这些所谓的政府军却总是报以仇恨的目光，这让他打心底里不想跟共产党为敌，每次打仗都是出工不出力，随便放2枪就打卡下班。后来发生的2件事情更是使得他心中摇摆的天平更加倾向红军一方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毕占云的部队里有2名共产党连长，对于他们的身份，毕占云之前就一直有所怀疑，只是看破不说破罢了。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，这2人在军队的所作所为还是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。毕占云的上司湘军师长严仲儒给他发来了电报，要他秘密处理掉这2人。毕占云接到命令后犹豫了许久，把这2位连长叫过来，告知他们身份暴露，上级要自己将他们秘密处死的事情。2位连长听罢顿时心如死灰，为了不让毕占云为难，他们准备慷慨赴死。可毕占云却从兜里拿出了几块大洋，让他们赶紧逃跑，有什么事自己一人承担。得知2名共产党要犯逃脱之后，严仲儒第一时间就怀疑起了毕占云，命人把他抓起来严刑审讯。可毕占云事情做得很干净，
严仲儒的人查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马脚，只好把他给放了。这件事情后来被毛主席、朱德等人所知。毕占云心底里是同情革命的，也不像其他国民党军官那样克扣军饷虐待士兵。为了争取毕占云、陈毅、朱德2个四川老乡亲自给他写信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毕占云的心里产生了动摇。不久之后，湘军又一次组织了针对井冈山的围剿行动。严仲儒从线人那里得知，朱德等人正在一处小村庄开会，当即便派部队在周边设下天罗地网，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战斗打响后，朱德率部从毕占云所在的方向突围。毕占云不愿与红军为敌，命令部队朝天空开枪，让朱德等人顺利突出重围。自从上次放跑共产党的事情之后，严仲儒便对毕占云生出了疑心，为此特地在他的部队里安插了内线。从线人口中得知毕占云故意划水放走朱德的时候，严仲儒便决心要拿下他。只是碍于毕占云在军中深得人心，严仲儒不敢轻举妄动。这边严仲儒下定决心要搞掉毕占云，那边毕占云也下定决心要去投靠红军。他亲自带人密访井冈山，跟毛主席、朱德等人密谈起义事宜，双方约定在10月30日起事。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毕占云秘密访问井冈山的事很快就被严仲儒的内线给报了上去。严仲儒得知毕占云竟敢反水，火冒三丈，他写信给毕占云的团长，让他突袭毕占云所在的2营，全部杀光一个不留。幸亏毕占云从决定起义之后便防着严仲儒，严仲儒的通信兵还没到团部，就被毕占云的部下擒获。毕占云见信便知肯定是出了内奸，起义的事不能按部就班，他决定提前4天，在10月26日发动起义。主意已定，毕占云把严仲儒那封信下发给了全营士兵，将士们得知老上司居然要把他们斩尽杀绝，顿时群情激愤。很多士兵原本并不知道起义的事，此时在毕占云的鼓动下，纷纷表示愿意跟着他干。10月26日，毕占云发动起义，脱离严仲儒部，带领部队直奔井冈山。陈毅亲自率军下山相迎。上山后，毛主席激动地握着毕占云的手，欢迎他的到来。双方寒暄过后，毛主席问出了他最为关心的问题：你的部下是不是都会打枪？面对毛主席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，毕占云老实表示自己的士兵都经过军事培训，会打枪的。毛主席闻言大喜过望，对他说出自己之所以这么问的原因：搞革命要懂得军事，我们以前就是不懂得军事，吃了很多苦。原来井冈山初创时，主力部队大多都是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农民，直到朱德带领南昌起义残余部队上山后，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。因此我们当时急需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就是军人加入。毕占云部在井冈山安顿下来之后，便在朱德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毛主席让他仍然带领旧部，把他们编成了红军特务营。后来革命队伍离开井冈山，在江西福建一带开辟根据地，毕占云在这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，在与敌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毕占云展露出来的才华深受毛主席喜爱，把他跟林总一样当成了心腹爱将培养。如无意外，建国之后以毕占云的潜力绝对是可以升为元帅的。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毕占云这个冉冉升起的将星转瞬即逝？1931年10月，由于第5次反围剿失败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。已经是红军师长的毕占云率领2个团的新兵充当开路先锋，多次突破敌军封锁，为红军长征胜立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。然而当红军来到陕北后，发生了一件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大事。徐向前、陈昌浩、李聚奎、王树声、李先念、秦基伟这些将帅的命运都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，毕占云同样也被裹挟其中。这件事就是著名的西路军西征。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，就跟东北军的张学良搭上了线，双方一致同意联合苏联共同抗日。为了跟苏联取得联系，我们就组建了著名的西路军，准备打通河西走廊，把陕北跟新疆联系起来。这是因为当时的新疆王胜世才就是苏联培养起来的小弟。对于这件事，苏联也表示同意。共产国际派人递话说，他们在新疆准备一批武器，只要来了就可以取。可是苏联却是一日三变，多次发报来说要改变接应地点，搞得我们的军事部署应接不暇。再加上由于一些原因，西路军的指挥上出现了一些错误。
最后这支军队被西北军阀马家军包围消灭。除了李先念带着400人成功跑到新疆绕道回国外，其他人基本上全军覆没。徐向前、李聚奎等人仅以身免，靠着化妆成乞丐才跑回延安。毕占云的部队被马家军包围之后，他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成功骗过马家军突出重围。但当时师老兵疲，天寒地冻，2条腿根本跑不过4条腿。毕占云为了给妇女伤残争取机会逃入大山，亲自带领部队断后，最后寡不敌众，全军只剩下他一人。逃出升天之后，他也像徐向前等人一样靠着乞讨，一路颠沛流离回到延安。西路军的失败有着太多复杂的原因，并非将帅之过，因此中央并没有追究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将士战败之过。可毕占云却无法原谅自己，他认为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，把部队全都拼光。他自觉无颜面对毛主席，便改名换姓，在伤好之后就离开延安，投身到了抗日战场。殊不知毛主席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，在得知有西路军的将士回来之后，毛主席就让人搜寻毕占云的名字，可始终一无所得。这让毛主席一度以为他已经牺牲在了河西战场。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毕占云曾亲自穿越火线，护送刘少奇开赴江南新四军根据地。在这过程中，刘少奇认出护送自己的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毕占云，问他为什么不回延安。毕占云有苦难言，只好恳求刘少奇同志为自己保守秘密。此后毕占云一直在太岳山区从事抗日活动，在抗战中粉碎敌人数十座碉堡，为根据地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调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。这么一员大将一直游移在眼皮子底下，可毛主席却丝毫不知。解放战争后期，毕占云因功被任命为河南军区副司令员，此后一直留在河南工作，直到毛主席视察河南的时候，他身为当地负责人才不得不出席陪同。正因为这次陪同，两人在时隔15年后才再次相认。毕占云向毛主席吐露心扉，言明自己是没脸再见他老人家，这才隐姓埋名避而不见的。毛主席听后也是唏嘘不已，没想到当年西路军的失败竟给毕占云造成了这么大的打击。1955年新中国授勋的时候，这位命运多舛的将军被授予中将军衔，以表彰他这么多年对革命做出的贡献。可惜了，如果没有当年西路军的事，毕占云的成就肯定不止于此。